我要和你在一起。大阿哥，你醉了。你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没人看得起我，那些使臣当众侮辱我。哪来的使臣呢？俄罗斯、日本，还有个叫什么格隆的。格隆，是噶尔丹的那个部下格隆吗？是的。这个格隆，他夺走了我科尔克草原，杀死我父汗，我绝不能放过他。你干什么去？我要砍死格隆，为父汗报仇。不，你听我说。格隆带了2000精兵，不住在城里，在城外扎营。你还没到他们身边，就碎尸万段。那好，那我就请大阿哥带我觐见皇上，否则我就会立刻自尽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阿哥，保日龙梅说话算话。好，我领你见皇上，我领你去。皇上，我父汗身中数箭，连肠子都流出来了。我的2个哥哥也战死了。科尔克草原尸横遍野，所有的牛羊马匹都叫噶尔丹抢走了，青壮年被杀尽。把女人们都抓去做奴仆，皇上，科尔克草原暗无天日啊！你说的朕都知道。求皇上借我3000铁骑，助我剿灭叛逆，报血海深仇。你到印氏府上也有半年多了吧？为何现在才把这封信给朕呢？父汗临终前嘱咐。一定要女儿当面交给皇上，不得假手他人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这封信里写的是什么吗？也不知道。你父汗在临终前把你献给了朕，让你做朕的妃子。朕猜想，你父汗叫你把信当面交给朕。是因为你美丽，他以为朕见到你就会动心。你父汗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皇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给您做妃子，求皇上收下我吧。皇上，保日龙梅会给您煮奶茶，还会给您生皇子。皇上。我还要学会读书、识字、弹琴、种花，反正马汉女子会做的一切，保日龙梅都会学会的。皇上，如果您觉得我丑、我笨，不配做皇妃，那么当皇贵人、皇答应、皇常在，我都愿意。皇上，实在不行，我宁愿给您做宫女、做丫头，做什么我都愿意呀。你愿意，往往是非所愿。为什么？是我不配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皇上为什么不要我呀？你应该找一个更合适你的。不，除了皇上，我谁都不爱。你说你爱朕，可是朕不爱你呀。皇上可以不爱我，只要让我做您的女人。皇上3宫6院，嫔妾如云，皇上爱得过来吗？放肆！鲍日龙梅，你说的真厉害。朕拒绝你，并不是因为爱不爱，而是因为你和你父汗想让朕替你们报仇，夺回科尔克草原，对吧？朕告诉你，朕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家利用。鲍日龙梅啊，这点你不必担心。朕早晚要消灭噶尔丹，但现在不行。
不但不行，朕还得让着他，哄着他，给他册封令，让他做东蒙古的大汗。皇上，宝日龙梅可以等。为了皇上说的那一天，宝日龙梅愿意等一辈子。这拿你真是没办法啊！皇上，我呀，正想有个小妹妹呢。好，就这么着吧。你先跟苏麻拉姑去，朕有时间去看望你们啊。谢皇上。光帝此次去福建，一定不辜负皇上的恩旨，一定不辜负兰琪格格的心意啊！你要是不能把皇阿玛的差事办好，就甭回来见我。光帝决心早早的办好差事，早早的回来见格格。那你走吧。哎，别光给皇阿玛上折子，也给我来个信儿。光帝铭记在心。就看什么呢？兰切尔哥哥，额尔丹大汗喜欢你。回你们草原去。皇阿玛，儿臣刚刚得知，格隆的仆从就是噶尔丹。晚了，人家从容而来，得意而去，现在可能早已打道回府了。皇阿玛，噶尔丹跑得再快，也不过200余里。儿臣请命带3000铁骑，星夜追杀，定将噶尔丹斩获。噶尔丹能够亲自来京城，就说明他只是来查看虚实的。他既然敢来，就必然有所准备。现在早已有大军接应了。好在他在京城还算守规矩，没给朕丢面子。皇上，少他们说，他们把从京城买的绫罗绸缎全烧毁了，把古玩玉器也给砸碎了。什么？此人深藏宏图大志，将来必成大清的祸害。是啊，皇上，当年铁木真就是从这条古道杀入北京的。铁木真的子孙又在天边候着呢。不行，台湾的事儿得马上解决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这哎呦，太子爷您来了！哎呀，您请您请。老蔡呀，啊，门口有奴才守着就行了，你这个大管家何必那么辛苦呢？瞧太子爷说的，这奴才心里暖洋洋的。啊，老蔡啊，啊，这儿怎么这么香啊？是。仿佛是兰花香啊！太子爷圣明，府上才扩筑一花圃。啊，我去瞅瞅。请。太子爷，这会儿所相还在午睡吧？是，只怕还没起来。你且去禀报，我在这等一会儿。这姑娘，你是所府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主子，奴才已将太子爷迎进府里了。人呢？回主子，太子爷经过花圃的时候，突然走不动了，在那儿歇驾赏花呢。你是说红玉？八成是喜欢上红玉了。
你没看错。奴才是这么琢磨的，主子不妨亲自去探看一下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姑娘，真香啊！公子，离他远点儿。在下愿意整年抱着他。人气太重了，会伤了花儿的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花香醉人呢？哎，这姑娘是所府的什么人呢？她呀，那是我家老爷的使唤丫头，她呀可讨老爷喜欢了。这不是嘛？除了让她收拾园子外，什么活也不让她干。她叫什么名字？红玉。从前可不叫红玉，从前呐叫丹丹，姓朱。她原来呢还是我给她领来的呢。这个老婆子，多嘴多舌。他简直是个祸害。奴才明白了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好，先不要打搅他们啊，咱们回去等着去。主子，太子驾到，您请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国丈吉祥。来，快请坐。请啊！来呀，给太子殿下上茶。刚才我看了看府上的花圃，有劳所向久等了。好，太子觉得，那花圃还看得入眼。真是美不胜收啊！哦，养花的那个姑娘，名叫红玉，是老臣康熙18年收养的一个孤女。她呀，父母双亡，举目无亲。进府以后，老臣才逐渐发现，她聪明无比，贤惠孝顺，诗书啊是过目不忘。真像天上掉下的一块美玉呀！这么好的姑娘，为何让她侍候花圃呢？这就是她的性情了。她从小就爱侍弄花，她养的花啊，连老祖宗都特别的喜欢她。老臣拿她当自己的亲孙女一样看待呀。能否请红玉姑娘每隔数日也给我宫里送些时鲜花卉呢？行啊，一定照办。多谢国丈。太子爷，这些日子我思来想去，觉得台湾的事久悬不决，夜长梦多，总不是办法，还是应该尽快的用武力去解决呀。是啊，可皇阿玛一心坚持近海困岛，破台湾归顺，只怕不会同意立刻动兵的。皇上先前是这个心思，可如今未必是这个心思了。请国丈赐教。自从噶尔丹微服入京，从容而去，皇上就视为奇耻大辱。皇上心里早就想收复台湾了，只是不肯明言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近海困岛是皇上钦定的国策，皇上自己不好更改呀。有道理。怪不得皇阿玛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快。你是太子，应该先于众臣，看懂皇上的心思啊！这才是忠是孝。其实现在呀，皇上巴不得有人上奏起兵呢。
此时此刻，万众昏昏，而皇上独醒。如果太子提出来，言人之不敢言，既能立威于朝廷，又能大获圣心呐。好，明日上朝，我就奏请皇阿玛起兵收台。好，至时老臣也会暗中相助，使您得一言九鼎之效。赵成立，听政吧。皇阿玛，儿臣有言，斗胆上奏。好嘛，朕就听听你的冒昧之言。儿臣认为，台湾久悬不决，夜长梦多，易引起噶尔丹等部的溃侧之意。目前福建水师已组建完毕，战船火炮待命而发，沿海各省军民也期望早日平定海患。儿臣建议立刻起兵收复台湾。迁界禁海已经1年了，而且是朝廷的国策，怎么好随便更改啊？迁界禁海是平台战略，在此之上，皇阿玛还钦定了平台政略，那便是剿抚并用，当剿则剿，当抚则抚。儿臣认为，战略应服从于政略。列位成功，你们说说。禀皇上，臣过去一直以为以先抚后剿为妥，今天太子一言，使臣顿开茅塞。想近海困岛已1年有余，台湾军心不稳，民生凋零，朝廷战机已现。同时，西北噶尔丹如天边的乌云，越压越近。台湾久拖不决，必然鼓舞噶尔丹不臣之心，故朝廷应该在噶尔丹东进之前收复台湾，以掌握全局的主动。你们都说说。皇上，老臣赞同太子以所向之意，起兵收台。皇上，臣以为只有在必胜的前提下才能开战，否则不可轻启战端呐。臣赞同起兵收台。臣也赞同。臣也赞同。臣也赞同。臣赞同。臣赞同。臣愿前往福建，就地督促战地各项事宜。如战败，臣愿承担不赦之罪。这些日子朕好生难过，茶饭不思，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现在既然你们一片豪情壮志，那么好，朕十分欣慰。朕决心已定，攻打台湾。所图，臣在。朕封你为特命钦差大臣，前往福建亲自督战。臣领旨。所图啊，明珠上次赴台，功过相抵，等于没去。朕颇为失望。你这次前往台湾，前车之鉴，你要引以为戒啊！微臣绝不会重蹈冥想覆辙。此次去福建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微臣希望让洞庭水师顺长江南下，一并参加收台之战。准。荷兰人奎伊带领着20条新式的荷兰战船，正停泊在舟山码头。他多次向微臣进言，希望朝廷收台时，他们也能前去效力。哦，有如此美意，必有所企图吧？他希望朝廷收台之后，能够开放台湾贸易，让他们做买卖。准。微臣明白。你再仔细筹划一下，3日后，朕设酒为你送行。
这谢皇上隆恩。下去吧，奴才告辞了。太子储君，虽然不是君，但是有时要言朕不能言，行朕不能行啊，不能只做朕的影子。儿臣知道，自儿臣知道噶尔丹烧毁了绫罗绸缎，噶尔丹的志气令儿臣如坐针毡，刻骨铭心。好，只要有这种精神就好。噶尔丹是什么？是一群草原狼罢了，而你呢，是天朝龙子，岂能输给他们？朕问你，如果今天朕当朝驳回了你，你怎么办？儿臣当恪守皇阿玛懿旨。错。你如果觉得是对的，就应该择日择时再奏。参见所相。福建总督姚启圣参见所相。免礼免礼。姚总督，施将军，皇帝呀，好。我给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是洞庭水师提督普赖。从今往后啊，我们就要在一起风雨同舟，建功立业呀。风雨同舟这话，明相也曾说过，不过明相是坐着轿子来的，所相可是骑着战马来的。不要拿我和明珠相提并论，为官之道各有谋略。明珠凭的是3寸不烂之舌，我可是提着利剑来的。圣上之意，大伙儿都明白了此次水师攻台是兵多将广，船坚炮利，本钦差估计着最少有80%胜算呢。当然了，大战之前既要放胆，也要放言。各位有什么忧虑，只管说出来。所相不会说我们抗旨吧？我不是明珠，我和列位愿关起门来吵个天翻地覆一打开门呢，咱们又是万众一心的模样所相高明，所相这句话搁在桌面上，我们就吃了定心丸了。那你要度过奖了。过奖可以呀，过忧过虑则大可不必呀。明说吧，本都不同意此时出战，因为自前届禁海以来，台湾虽疲软，但军心犹在，战机尚不成熟。末将也不同意出战。福建水师组建不久，缺乏海战经验，暂时没有力量与台湾水师相抗。下官也不同意出战，因为粮草不足。下官倒不是考虑攻台失败，恰恰考虑的是攻台胜利后怎么办。台澎金厦36岛来归，一下子多出了近100万张嘴，每天要吃掉1万担粮食。福建自顾不暇，哪有余力供应台湾？收台而不能抚民，宁肯不收台。李兄，远见卓识啊！这一点连本都也没有想到。朝廷上，所兄，朝廷上肯定是想到了吧？这个嘛，台湾可以自给自足嘛。战前勉强可以，可是大战百业凋零，要想恢复生产，最少也得3个月。在此期间，如果发生饥民暴乱，朝廷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关于收台之后的事，皇上自有胜断，
我们只讨论攻台，不谈收台之后的事。末将刚才已经说了，水师经验不足，战船与火炮也都缺少。经验不足，正好通过实战可以积累嘛。至于战船与火炮，我都带来了。所相是说的那个羊毛子吧？不错。奎义手下有20条荷兰新式战船，愿为收台处力。末将最反对用奎义攻台。为何呀？此人的父亲就是被郑成功打死的。奎义想借收台之机恢复荷兰商人在台湾的权益。如果让奎义得逞，台湾岂不是刚离虎口，又入狼窝吗？万万不可！除了奎义，本钦差还带了普赖将军和8旗水师。那普赖一下马，我就从他大屁股上看出来了。但我敢保证，他没在海上待上1天。施琅将军自视过高了吧？啊！普赖将军的部下都是能征善战的长江水师，此次南下之前，已在洞庭湖操练了半年了。与大海相比，洞庭湖只是一个泥潭，长江也不过是一个小河沟啊。所向啊，内陆水师只能护送航运呢，不能胜任海战。施琅，你本是正式部将，朝廷给了你立功赎罪的机会，怎么你竟然挑三拣四，阻挠攻台？说吧，你到底是怯战，还是蓄意通台？末将任凭钦差大人处置。你。所相别急，容我等再斟酌斟酌。姚督啊，皇上可是掐着手指头算日子，等着你们回话呢。明日一早必有回话。我有句犯忌讳的话，你们听了可别冲动了啊！哼，晚了，末将已经冲动过了。今个白天，索额图并没有把全部的话都说出来，他最多只说了7分。啊，那3分是什么？明摆着，索额图带着普赖与奎义来，是1招2用。如果我们同意攻台，他们便相助我们；如果我们不同意攻台，他们便取我们而代之。那不是拿我们当叛逆了吗？倒也没那么严重，朝廷对咱们既用之，也防之。雕虫小技。不过，光弟兄，今天你可是得了头彩。你那番收台抚民之论，目光深远。索额图今夜必给皇上上折子，皇上也会对你刮目相看。偶尔言重，只是大人您，我也准备给皇上上折子。按照官场上的话说，叫气血上沉。我要把此次攻台的利弊得失、胜负强弱，方方面面都向皇上痛作阐述。哎，皇上对咱们既用且防了，你还痛阐个什么书啊？说实话，索额图确实存有这个心思，至于皇上是否也有这个心思，我还拿不准。眼下，我只能竭尽忠诚，向皇上进谏。大人如不嫌弃，下官愿以大人联名上奏。多谢。哎呀，你不必看我，只要你不撵我滚蛋，你想干什么，我都随着你。朕经常觉得外面的敌人好对付，内部的分歧难收拾啊。看看这2道折子吧，这一边是索额图领着普赖奎一，那一边是姚启圣领着施琅李光地，写的都沉痛无比，让朕泪下。真是难啊！左边右边都是自己大臣，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啊。臣敬佩皇上，做皇上难呐。皇上叫人称为天子嘛，天子能不难吗？难于上青天啊！甭说这些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皇上，臣以为
索额图和姚启圣谁是谁非暂且不论，但是双方有这么大的分歧，这说明公台准备不足，望皇上慎重行事啊！皇上，臣以为打与不打，不能只从朝廷角度来看，也应当从正经的角度看一看。说。臣料想，正经恰恰希望朝廷别来打他，希望朝廷围而不攻，攻而不胜。所以这一仗，胜负倒在其次，首先是要打。再说了，堂堂大清，挥剑吆喝了1、2年，却一剑不出，这也让正经笑话。陈廷敬啊，人说索额图是3只眼，我看你比他还多了1只，那就是眼中眼啊。臣还觉得，别看这2拨人闹得凶，只要皇上一道言旨治下，他们还是能够舍生忘死的攻台。是啊，在这一点上，朕还是相信姚启圣他们。朕反复思考，详加斟酌，现决心已定，全力攻台。令姚启圣总领全局，拟定海战方案，速速报朕。令施琅统领全体水师，率船攻台。令李光地筹措粮草等物，专务后勤事宜。令钦差大臣索额图代朕督战，行使朝廷一切生死赏罚之权。钦此。臣领旨。本督的方案是兵分2路，你率水师主力东渡台湾海峡，直赴台北攻台；而普赖率洞庭水师呢，尾随其后，阻击驻守金夏刘国轩水师，以防他们增援台湾。你意下如何？末将攻台有60%胜算，但是普赖他们阻击刘国轩的水师，我看风险太大。为什么？这个普赖和奎一加在一起，也不是刘国轩的对手。当初在台湾，他都瞧不起我，何况巴西那些大屁股旱鸭子？那你的意见呢？大海不是大陆，海战最忌是分兵。大海万顷波涛中，一旦分吃2处，遇有不测，很难相互增援。我想，所有的水师战船全部由末将统领。先击败刘国轩，抢占金夏，再攻台湾。索额图和普赖绝不会同意。你想，你归顺大清才8个月，他们怎么会把全部战船都交给你统帅呀？让你率水师主力，我已经是冒了掉脑袋的危险了。这我知道。还有一句心里话，请老师吩咐。普赖能战败，你不能战败，这太难为人了。风信、潮水、滩礁、岸炮都能左右胜负，这不是我海霹雳说了算的。万不得已时，即使不能攻胜，也要把所有的战船给我带回来。遵命。此次攻台，我等8旗水勇是主力，施琅水师不过是配属咱们的，咱们一定要打出个样来，让汉军们看看，8旗勇士不但能够驰骋陆地，更能纵横海洋。听说呀，台湾海峡有1000多里宽呐，深不见底，海鸟飞渡都得叼根木棍，飞在半道上放下，站在木棍上歇一歇。哎呀，真的！哎，穆统领，船翻了怎么办？游泳啊！我们不会游泳啊！会呀！怎么着？怕死啊？我们宁愿死在陆地上，也不愿被鱼吃了。都走！这准你吃鱼，不让鱼吃你吗？大人，在下长这么大，连女人都没碰过。这倒不难办，大战在即，本官可以让你们满足一下。哎，好啊！快！叫啊！哎呀，快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说你快点行不行啊？啊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急死了！哎呦，杨启正，杀人！杨启正，你给我出来！光义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一夜之间，竟有88位民女遭到强奸，其中2个被强奸致死，一个16岁，一个才13岁呀！谁干的？还有谁？87水师。罗大人，乡亲们，放心，启圣一定为你们讨回个公道。所相，所相，所相，出事儿了！我早知道了。你还记得周培公吗？当然。周培公率3000家奴攻打察哈尔王时，不也是纵兵为祸吗？大战之前，偶有几个兵勇强奸民女是可以理解的。所相，如果不能力斩犯罪满兵，他们就会到福建水师码头去喊冤呢。那会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福建水师都是本乡本土的，他们的父母一旦闹事，水师兵勇还肯出海攻台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杀2个87水师以平民愤。来不及了，风气一起，战船已经出海了。为何提前起锚？所相，你看，闹事的百姓已经来了。走，我们在那边呢。属相，我警告你，福建百姓荒蛮未开，打仗不怕死，报起仇来更不怕死。在下的祖坟被他们挖过3次了。姚督啊，快想个办法呀！你不是钦差大臣吗？你可以代朝廷行生死赏罚大权。当下之际，你唯有以钦差之名向百姓赔罪，并向他们保证，87水师归来后，无论胜败，定将那些犯事兵勇斩首。所相，好。看见了吧，3支援比万花筒好对付。姚督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刁毒啊？东南10里已见金夏水师战船，传令接地开战。短帆，赶驰东南前来扇风。开炮！开炮！不准开炮！继续接敌！传令各船，距离300步之内才准开炮，务必求战命中！打！打！现在我们可以瓮中捉鳖，全歼施琅水师了。姚督，姚督，回府歇息吧。无赖的水师完了，施琅胜败不明了。韩霹雳骁勇善战，定能取胜归来呀！请回府吧。我原先的预想是啊，只要普赖能拖住金夏水师7、8天，施琅就能够力拼台湾水师，
没想到普莱一击便溃。这样一来，今夏刘国轩势必北援台湾，施琅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。唉，搜救船队出发了吗？今晨8毛里港。你在干什么？普济寺。大祸临头，烧香拜佛。哼，我倒有个好主意，请遥读示下。听着，连奏折用词我都替他想好了。罪臣所额图，死战不退，弹尽粮绝后，毅然投海自尽。遥读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部下即将所额图救起，所向泣血大呼：“罪臣兵败，唯有以死报国。”所向推开部下，再度投海，然而再度被部下救起。哎，如何？遥度啊，越是这种时候，您越是雕读啊。哎，我不过是就有这点长处嘛。你想想，人家3番2次的求死不成，皇上还会赏他死吗？只有温言抚慰，罚2年养银，算了。这还真是个办法。于是，朝廷只好另找罪魁祸首。这时候，满朝文武忽然发现。